一个民国道士穿越到美国驱魔人康斯坦丁身上，居然用风水术在纽约横着走。林凤九，民国捉鬼界的顶流，一生斩妖无数，如今阳寿余额清零。他躺在祖传藤椅上，正给俩傻徒弟交代后事。圣文才，为师的桃木剑别用来剔牙。那符咒，师傅，你咋不骂了？文才，你看师傅是不是睡着了？师傅肯定是嫌我们笨，不想理我们了。哦，这地府的床怎么软得像踩了棉花？还有这位，比文才的臭袜子还销魂。这是啥？滑溜溜软乎乎的，不是床褥，难道是千年女妖的内丹？不对啊，内丹哪有这么大的？哟，约翰，今天醒这么早，昨晚喊着再来一次的不是你了。姑娘请自重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这穿着是哪家的邪祟打扮？庄失忆，约翰，你这新玩法挺带劲啊！姐姐就喜欢你这纯情小模样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这西洋女子怎如此不知廉耻？但这好像比话本里的还……呸！林凤九，你想什么呢？别躲呀！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。休走！哦不，我走。约翰，你装的比昨晚还狠，要不要姐姐给你吹吹？啊，不必，姑娘留步。这西洋奇门遁甲好生厉害，既无门栓也无插销，难道是用了障眼法？约翰，你借我的钱不要了，够你还半个月债的。天地玄宗，万本本根。唉，上面那个人疙瘩往左扭。你昨晚喝断片都记得找小雨衣，今天怎么连门都不会开了？姑娘大恩不言谢，日后若遇邪祟，可报我林凤九的名号。记得还钱啊，约翰。下次玩角色扮演，提前说一声。如果说卧室是小惊吓，那街头就是大暴击。九叔的世界观，在看到会跑的铁皮盒子和露肚脐眼的洋人时，彻底碎成了二维码。这是何处？那些铁盒子为何跑得比马还快？还有这些人，穿得比刚才那姑娘还省布料。兄弟，新造型挺潮啊！风衣配花裤衩啊，是今年流行款不？阁下何人？为何出口如此轻佻？师傅，吉洛你咋了？怎么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？艾丽姐没把你怎么样吧？秋生，不对，文才也不是，你是杨徒弟。师傅，你睡糊涂了，我是茶师啊！快上车！你这模样被债主看到，又要被揍。喂，快开车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！带我找个能穿衣服的地方。好，那师傅您坐稳了，师傅。你到底跟艾丽姐发生啥了？脸白得跟纸一样。对了，你胳膊上这红印子是新纹的。这不是我的手，这纹路是西洋邪祟的印记。我的道袍呢？我的桃木剑呢？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我的魂魄为什么会在这西洋人的皮囊之中？这到底是哪年哪月啊？师傅，您还好吗？到家了。喝点缓缓。胡闹！大早上饮此烈酒，伤气败德。去，给我倒杯热水来。热水？师傅什么时候爱喝这玩意儿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师傅，您以前喝马桶水都嫌温，今天这次怎敢质疑我？定是被原主带坏了。啰嗦什么？快去！哪有热水啊？能有口干净水就不错了。师傅，真没热水，您先将就，喝口这个。哎，这西洋地界竟连热水都没有，生活粗陋至极。查斯抱来一堆衣物，九叔这才惊觉自己衣着凌乱，手忙脚乱地穿好衣裤鞋袜，长舒一口气，眼神逐渐清明。此时九叔琢磨明白自身处境，如铁拐李般魂魄附于洋人身上，飘至西洋，依托原主零散记忆，能说洋文，识旁人却对康斯坦丁的身份一无所知，遂决定问清底细。查斯啊，我脑子混沌，记不清事，我问你答，不可隐瞒。师傅，请讲，我都说实话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师傅，是我正经收录的徒弟吗？
还没说我就是自愿跟着您，算预备徒弟。还好不是我的正式徒弟，不然教出这等模样，愧对祖师啊！那我师承何方，属哪门哪派，授业恩师是谁？是我，什么门什么派，我不知道啊。您不一直都是一个人吗？以前还说您这身本事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没人教你。无门无派啊！我仍是茅山弟子，不算背祖忘宗。九叔激动地想拜谢祖师，遍寻无香，从风衣兜摸出香烟打火机，点燃3根烟竖在地上，朝东方恭恭敬敬3拜。查斯看得目瞪口呆，师傅这是在干嘛？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？九叔拜完祖师，坐回沙发追问现状。查斯调出手机地图，指着雄鸡形状的版图告知，那是华夏。现在是2025年，这里是美国纽约，您是驱魔人，专门送地狱跑出来的东西回去。什么？2025年，民国已亡。我要回华夏找秋生文采，坐船去。码头在哪？师傅，你这想法也太不靠谱了。您欠雷蒙8万美刀，早被出入境拉黑了，出不去。华夏绿卡现在比漂亮国的还难拿。当年积贫积弱的故国，如今康斯坦丁开门还钱。何人？完了，是你的债主雷蒙的人，您没从那里拿到钱吗？查斯一看九叔这模样就懂了，没钱还债。他拉着九叔翻窗溜消防通道。迷人，师傅快走！哎，想我林凤九一生行得正坐得端，走到哪儿不是被尊称一声九叔，如今竟被逼债跳窗，简直给祖师爷丢人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查斯，我欠的这钱是有人做局陷害，还是中了什么奸计？师傅，没人害您，是您之前非要买那把神圣猎枪，钱不够，求着人家借的，而且枪钱也没给完，那边也在找您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这烂摊子得我来平。查斯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师傅，咱们没地方落脚，我准备送您去比曼先生那儿避避风头。带我去唐人街。唐人街？去比曼哪儿？没用，带我去唐人街。好的，师傅。到了唐人街，九叔才猛然想起钱的事，摸索半天掏出个西洋钱袋，他和查斯凑了凑，所有家当加起来也就315美刀。九叔小心收好钱，走进一家纸扎香蜡店。掌柜的，你这里有没有桃木剑？掌柜的，这称呼也太老古董了吧，怕不是从哪个老祠堂钻出来的。有，您看这把，做工多好，镇宅辟邪，效果一流。九叔接过剑一看就皱了眉，这根本不是桃木剑，是木质松散的普通桐木做的假货，工艺粗糙，还敢卖400美刀。他再看一旁的黄符纸，也是化学染料漂染的劣质品。刚要走，店老板却拦住他要说法。这位先生，东西我都拿出来了，就算看不上也得给个说道吧，价都不讲就走，也太不尊重人了。这是咋了？买个桃木剑还吵起来了？这件看着挺花哨啊，老板卖多少钱啊？哼，桃木剑按材质分为雷击桃木、孤桃木、寻常桃木。雷击桃木须留胶痕，剑身刻五雷符呼应。呀哈，这位是懂行的啊！雷击桃木还得配五雷符，没说错。孤桃木取自周围无其他树木的孤桃树，树根为柄，树干为身，一树仅造一把，剑身9寸，剑柄3寸，寓意手握3才指9阳，总领天地12气，需用剑之人亲自开封。没错没错，孤桃木剑讲究就多了，一树一剑才正宗。老板这件看着就不对劲，轻飘飘的。寻常桃木剑定规1尺8寸，已破18层地狱，剑身刻8景龟灵符文，剑柄镶嵌紫薇桂，真桃木淡黄或淡棕，有纹理斑点，散淡雅果香，敲击声清亮。你这剑是桐木，轻飘飘无灵气，胶粘痕迹外露，符文乱画，还敢卖400美刀？老板，你这就不地道了，桐木冒充桃木骗钱啊，还卖400美刀，坑鬼呢！掌柜的，你的东西你自己清楚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，各位误会了，这就是卖个样子给美国佬的，我没真当桃木剑卖啊。没当真卖？那你刚才还说正宅辟邪一流，这不坑人吗？就是。哎呀，今天可算遇到行家了。不瞒您说，这些都是假货骗不懂行的美国佬，真东西实在没有。您留个电话，有真货我立马通知您。在这唐人街，就我能找着好东西。我把我号码留给您吧。
师傅，有个地方跳蚤市场，也就是旧货市场，那边有不少华人摆摊卖老家的老物件，没准有您用得上的。好，那就去看看。查斯载着九叔来到本区最大的旧货市场，这里不像国内集市，更像美国家庭的微缩博物馆，烟火气十足，却也杂乱无序。是吧？咱得先解决通讯问题，搞个二手的凑合着用，不然太不方便了。这手机多少钱？8成线还挺干净。30美刀不二价，这可是苹果，质量杠杠的。20美刀，多1分都没有，你这屏幕还有点划痕呢。行吧行吧，20拿走，今天第一单生意。回头我带您去补张卡就能用了。两人在市场转了近2个钟头，九叔毫无收获，还阵阵晕眩。正欲放弃时，却在杂货摊位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把剑形物饰。拂去灰尘后，九叔惊喜万分，竟是一把正儿八经的北斗七星剑，祖师庇佑。老板，这木头棍子哪儿收来的？看着挺别致啊。哦，这个啊，去年唐人街老关帝庙翻修，清理出来的东西我全打包了。怎么，你们喜欢？200刀，这东西有年头，是古董。什么20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就是灯泡木头。180，不能再少了，要亏钱了。100，多1分都不给，不然我们走了。150，这可是老庙的东西。120，最后一口价，不卖拉倒。行吧，120，拿走。淘到北斗七星剑后，两人又逛了许久，凑齐了基础施法物资，手指、黄符纸、墨斗、朱砂、红绳打包成一小堆。九叔还在古钱币摊位，凭借超凡眼力挑出一套黄亮润泽的小五帝钱，这在异国他乡已是意外之喜。一套小5帝钱，去跟老板讨价。老板，C5枚旧铜钱多少钱？30美刀，这可是清朝的老钱，品相很好。25，卖不卖？行，拿走吧。凑齐物资后，两人身无分文，刚走出旧货市场。师傅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钱包都空了，连便宜热狗都吃不起。哦，谢着了，要跑喽，快跑！救人！头好痛。我得发狙击手。师傅，这是仇杀，我们被卷进去了，快撤！放屁！我辈修道之人撞见这事，岂有袖手旁观的道理？见死不救，道心何存？乾坤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搏，水火不赦，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生门在东。走这边。祖师爷保佑！吓死我了，总算安全了。爆炸！快报警，有枪击！多谢2位恩人。乾坤流转，祸福相依。不好，这里危居3煞，大凶之兆，我们必须马上走。师傅，这还用算吗？您看看对面啦。对，是我想差了，可以直接看的，快走。你们干什么？不准动！所有人抱头蹲下。刚才进来的那几个人呢？那个胖子去哪了？快往街上跑！别慌，走。师傅，你刚才那是在做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做了道简易的引路符，他们追出来后会下意识地觉得我们往那边跑了。师傅，就算引也该把他们引回旧货市场啊！我们自己该去街上啊！去什么街上？光天化日这么大的动静，花旗国的巡警应该很快会到。他们有那种洋车，慢不了。巡警一到，什么都好办了。现在跑到别处反而危险。对，师傅说得对。我得发，这是我的约翰师傅嘛？这逻辑绝了！平时约翰师傅肯定直接掏枪对后，这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师傅啊？3人混进旧货市场，借助人流成功藏身。去那里坐着，等巡警来。师傅，您忘了，咱们没钱了，都比脸还干净。喝什么咖啡啊两位恩人，坐，随便坐，我请，喝什么都行。干杯最贵的，谢谢。
我叫马丁·劳伦斯，是一名律师。这次真是多亏了两位，要不是你们，我肯定和我的司机一样被他们杀了。我猜对付我的应该是大毒枭蝮蛇，他老婆很快就要进行审判，想要收买我做假证没成功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胆子这么大。今天的杀手一定是他们派来的。哟呵，你是大鱼呀！这下人儿被救命钱了。警官，我是马丁·劳伦斯。刚才是我遭遇了狙击，我的司机被他们杀了。这两位先生救了我。马丁先生，我们已经接到报警了，司机的尸体会送回去尸检，你也麻烦跟我们去做个笔录。两位也需要去做个笔录，协助我们调查。配合巡警的调查，应该的。一行人抵达第68分局，九叔刚下车，只看了一眼警局建筑，就皱起了眉头。马丁先生，你能否帮我们说说，这里我们就不进去了吧？有什么让他们在外面来问，可好？外面？这没听说在停车场做笔录的，这实在是……先生，你是看出什么来了吗？所以不能进去。对，这里的风水出了问题，怕是最近嘎人很多。这种兄弟能不进还是不进的好啊？什么？这里是兄弟，师傅又看出什么了？阴煞汇聚，气冲斗牛，好一个穿心剑煞局，这哪是警局，分明是阎罗局。马丁先生，请进办公室做笔录。No， 就在外面，外面空气好，我就在外面说。马丁先生，没有这个规矩，你正在被追杀，外面不安全。外面不安全，里面才特喵是鬼门关，你们这地方邪性。最近是不是嘎了好多人？里面比外面那帮杀手危险100倍。马丁·劳伦斯先生，你从没来过我的分局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最近有同僚出事的？药丸，胖哥，你嘴上没把门的啊？这跟直接喊警察内部有内鬼有什么区别？他是这位先生说的，他懂那些东方的神秘学，看一眼就知道你们这儿有问题。我操！师傅，什么时候兼职看风水了？咋看出来的？我居然都没发现。这位先生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你对我们警局的内部情况似乎很了解。死亡提问答得好是大师，答不好，今晚拘留所的床位预定加1。无需解释，此地风水格局已破，煞气自显，有目共睹。开始了。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学问，准备对现代钢筋水泥进行降维诊断。风水之道，风管人丁，水管财。贵局此地，风路堵塞，水路断绝，凶相已成。风水，我奶奶才会信这个。你说的对，我信你奶奶，我也不信他呀。水主财，水断则财破。近期局内，诸位是否多有破财耗损、手头困窘之事？我操！我车刚被拖走，罚了300。破财尚可忍，致命在于风。风主人丁安康，尤其宫门之地，穿堂之风关联生死煞气。若我所断无误，最近数月，贵局是否伤亡事故频发，血光之灾不断？暴击，精准暴击，真相伤害，直接撕开伤口撒盐，不是，是展示实力。Hey officer， 看见没？我师傅约翰·康斯坦丁，纽约驱魔圈金字招牌，恶魔克星。看个风水，懂点东方秘术，怎么了？基操，你就说我师傅说的准不准吧？查斯这小子吹嘘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。OK， 就算你有点特别，那这问题你能解决吗？做点什么仪式？那当然能，让我师傅出场费，明码实价。1000美刀，现金不打折，少一个子儿，这煞气您自个儿留着镇宅。1000，你以为警局经费是？嗨，且慢，酬劳可议500、300亦可。先拦住那2位年轻人，他们印堂黑气弥漫，煞气缠身，此刻出勤必有血光之灾。容我稍改水路，暂避锋芒，再去不迟。死气凝结，大凶之兆，得拦住他们。从1000字砍到300，师傅你这波降价，在警察眼里已经不是大师，是急着成交的骗子了。约翰先生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1000块的事我们会慎重研究的。带他们去那边桌子录口供，
马丁先生，请你配合。这躯体烟瘾犯了，竟在此时误事误人性命。唉，时也命也，劫数难逃。你想救人一命，对方却觉得你想骗他300块钱，这大概就是代沟吧。1000刀啊！可咱吃多少顿炸鸡了？您干嘛自降身价？钱财与命相比不值一提罢了。Oh my god！ 里昂和杰克遇袭，中枪了，杰克可能不行了。戴维斯警司在哪儿？告诉他康斯坦丁说的全中了，他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看，命运的齿轮有时候转得比子弹还快。科学的尽头或许是哲学，但今晚纽约第68分局的尽头是那个被当成骗子的驱魔人。一句价值2条人命的预言。你手机响了。来了，电话来了，是道歉，是求救，还是认爹？师傅，咱要发了，这回1500哦，2000，少一个字儿都不行。Hello, this is Chess speaking. Hello, sir. Congratulations， 您被幸运地选中为我们永恒安眠豪华墓园的本月特邀嘉宾了。现在预定家族墓位，可享受买1送1哦，再送10年管理费的超值优惠哦。请问您目前有这方面的长远规划需求吗？墓位 ？Yes, sir， 永恒安眠哦，坐落于风景如画的哈德逊河畔，风水绝佳，先人安居，后人福荫。现在预定，还附赠精美骨灰和雕刻服务哦，机会难得，仅限今天哦。何人在谈论阴宅风水？我谢谢你啊，我暂时还不需要，你留着去见你太奶用吧。可是债主催账。不是，师傅，是推销墓地的，问咱要不要长远规划。未雨绸缪倒也无错，只是你我如今怕是连一块像样的坟地都买不起。看吧，你1天没吃了，快垫垫肚子啊！嘿，一起吃吧。我真不饿，我早上吃过了。看，这就是师徒情深在最后一个热狗面前演的稀碎。见你面相，气血不足，多少有点虚。如何下车？吃了。师傅，那1000刀真能等到？比如是推销墓地的吧？哎，十拿9稳，煞气反噬，岂是儿戏？他们此刻怕是已焦头烂额。只是可惜了那2个年轻人，若能早信我片刻，哎，结束。你手机响了。啊，孙来了。Hello, this is Chess。紧急通知，尊敬的用户，您的账户存在异常风险，已被冻结。根据金融安全法第38条，需立即缴纳998元保证金解除冻结，否则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，逾期将追究法律责任。你手机响了。Hello。您好，我们监测到您的车辆可能存在未申报的排放问题。 My car is good, very good. Hey, sir, I'm waiting for an important call. No cemetery, no bank card, no car, nothing. OK? 大哥，我纽约天堂洗浴3楼，咋那么久没来了呢？滚！师傅，这园区的骗子都骗到纽约来了吗？虚张声势，魑魅魍魉之术耳，心静则邪祟自扰。你手机响了。我不买房，不买车，不投资，不度假，不欠税，不买保险，不办信用卡，没有慈善需求，不上3楼。请问您还能提供什么其他凡人服务吗？查斯，是我，戴维斯警司，你师傅他在不在你旁边？求你了，让他接电话，出大事了。就是您慢慢说。求你跟你师傅说，请他回来，马上回来，帮我们看看那什么风水，我们的人真出事了。刚才出去那2个小子遇袭中枪，杰克他没救过来，那1000刀，
现金，现在就给，请你师傅来帮我们解决问题，求他了。师傅，他哭了。谁哭了？哭什么哭？没出息！就是他，哭着求咱们回去。知道了。看，真神和骗子的区别就是，骗子只会让你花钱，而真神能让警司哭着给你送钱。走吧。Go where father。4是去那警局收了钱便要办事，我辈中人信以为先。1000美刀，不知可购得几刀上等黄符纸。那朱砂也需寻些正经货色。什么叫宗师气度？就是在你为了1000刀心潮澎湃时，人家已经在规划这笔科研经费该怎么花了。格局，这就叫格局。这表情跟死了亲爹似的。不对，他手下可能真死了。呸，想点好的，1000刀。先生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那个还不知道先生您怎么称呼？Commander， 他叫约翰·康斯坦丁。那个名字，我其实有2个称呼，把我当朋友的都叫我林凤九，给面子的也称一声九叔。好的，九叔没问题。九叔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瞎了眼。警司严重了，救人驱邪，分内之事，先看外局。什么叫专业？客户急得上蹿下跳，专业人办专业事，绝不跟甲方废话，这效率值得所有乙方学习。3路交汇，形如剑火，直刺重门，此乃穿心剑煞。公交站牌，几个月前挪走的。正是，挡煞之物既去，凶器自然长驱直入。那怎么办？再把站牌挪回来。不必劳民伤财。煞气属金，立一正红标识于此即可。红色属火，火破金煞。困扰警局几个月的生死困局，解决方案价值1块红牌子，这就叫4两拨千斤。知识就是力量和金钱。此处水路被改，断了财气，按原样恢复即可。马上办，立刻办。九叔，这是1000刀，你一定收下。林先生，九叔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这点心意请您务必收下，就当是我的咨询费和谢礼。泼天的富贵，它终于来了！4000刀，整整4000美刀，我感觉纽约的空气都变得香甜了。师傅，咱发了！一个民国道士穿越到美国驱魔人康斯坦丁身上，居然用风水术在纽约横着走。4000美刀，足可购置不少上等材料，朱砂、黄符，乃至一方好些的罗盘，在这西洋之地重振茅山生威。或许并非吃想查斯这小子，最跳脱，心性倒也不坏。发了，师傅，咱这回是真发了，今晚必须庆祝。我知道布鲁克林有家意大利餐厅，龙虾意面绝了，吃完饭咱就去我家。我那沙发床虽然旧了点，但绝对比您那阁楼安。查斯，师傅您吩咐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此前躲避是情非得已。如今既有些许资财，当先寻那债主偿还一部分，以显诚信，以安我心。之后我再回范美阁楼便是。堂堂茅山弟子，岂能长期寄人篱下，且背负污名？有债当偿，方能心无挂碍，重振道统。师傅啊，我的亲师傅，好师傅，您是不是对有些许资财和欠债这2个词的比例有什么浪漫的误解？此言何意？莫非欠债数额甚巨？不是甚巨，是天文数字。您之前为了买那把见鬼的神圣猎枪，借了高利贷，利滚利，利打利，鱼打滚，现在连本带利一共是8万美刀。8万美刀，这原主究竟是何等败家孽障？这要降服多少厉鬼，勘验多少风水方能偿还？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，前一秒还在云端规划龙虾意面，后一秒就被8万美刀的债务砸进了马里亚纳海沟。师傅，这过山车您还坐得稳吗？查斯啊，为师方才思忖，你既诚心拜入我门下，我却应先去你住处考察一番，观其环境是否清净，察其心性是否专一，此乃师道严谨所在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此刻便去你家吧。
好的，师傅。8万之债，非朝夕可解，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。考察弟子居家情形，关乎传承大事，绝非权宜之计。看，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。当现实太残酷时，我们总能迅速找到另一个听起来很正当的理由，大概就是生活的智慧吧。师傅，那龙虾意面，先果腹，寻常餐食即可。心悸如鼓，气息翻涌，莫非魂魄与这西洋皮囊终究难以久持？还是白日损耗过深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，是不是刚才对付警局煞气伤了元气？无妨，只是忽然心慌气短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从早上醒来到现在，一根棒棒糖都没抽过？棒棒糖确有其事。呀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您真被煞气反噬了呢，闹了半天是尼古拉斯戒断反应，小问题。等着，我给您把药备上。看，这就是代沟。师傅觉得自己快灵魂出窍了，徒弟觉得他只是糖瘾犯了。但不得不说，有时候徒弟的庸医诊断反而能歪打正着。师傅，您先抽一支缓缓正宗美利坚良药，我去拿炸鸡，咱马上吃顿好的补补。西洋糖草，伤身之物，然原主习性深重，这躯壳竟以依赖至此。罢，暂且缓解一二。只是这火折子如何摆弄？Hi, handsome. Do you have lollipops? 请自便。此女为何还不离去？目光灼灼，甚是无礼。焉以与之？还有何事？这么晚了，一个人需要陪陪吗？还要在美女的行业黑话里，要棒棒糖等于试探，给棒棒糖等于问价，再给一支等于哥们儿挺急呀。而九叔的脑回路给棒棒糖等于送客，再给一支等于你糖瘾真大，都给你，求你快走。看来是视糖如命之人。罢，都与你吧。天色已晚，姑娘早些回家为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振哥，你可真会玩。看在你这么帅还这么大方的份上，给你打个折。姑娘请自重，男女有别，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一个民国道士穿越到美国驱魔人康斯坦丁身上，居然用风水术在纽约横着走。法克，混蛋！你以为一包棒棒糖就够了？变态 ！Oh my god！ 师傅的业务已经扩展到这么生猛且抠门的领域了吗？连包糖钱都不想付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师傅一世英名虽然也没什么英名，就要毁在一盒万宝糖和这个唇印上了。跳进哈德逊河也洗不清了啊！太子 lady， 冷静，冷静点。误会，一定是误会。误会？你朋友用一包破棒棒糖就想白嫖，还想动手动脚，这算哪门子误会？师傅，咱现在有钱了，4000多了，要不就给点儿，也不贵，省得麻烦。荒唐，荒谬绝伦！我岂会？我查死！走，速离此地！法克路色见鬼了！这该死的家伙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！哼！师傅还是那个师傅，风流抠门，白嫖未遂。我他对我的好，分热狗食眼里的暖意，救人时的毫不犹豫，驱魔看风水时的本事，又特喵都是真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精分双重人格，还是被什么古怪恶魔附身了？西洋之地，风化竟败坏至此，光天化日，不，华灯初上之下，竟有女子行如此梦浪之举。更可恨是那孽徒，竟以为我真会。唉，颜面扫地，斯文尽丧，这胭脂为何如此难擦？师傅，那个炸鸡还吃吗？吃。师傅到了。师傅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。窗明几净，甚好。此子心性，观其居所便知一二。虽身处陋室，却能持守整洁，比秋生文才那两个邋遢鬼强多了。心地亦善，或可雕琢。
今日警局之事证明，吾道于此藩邦大有用武之地。然东躲西藏非长久之计，须得立稳脚跟，重开山门。首要便是钱财。查司，若我想在此地开一间风水驱邪的馆铺，依你之见，需多少美刀？天天，好主意啊，师傅。但是布鲁克林那破店面月租也得几千上万，押一付三，加上简单弄，起步就得好几万刀。不过 Master 不开店也行，咱们可以搞线上，在网上发帖子打广告，或者找同行交流，接点私活，比如去找汉纳西神父介绍。网上发帖，同行交流，何处交流？有个地方叫午夜酒吧，是咱们这行的情报中心，灵媒、巫师啥的都去。不过师傅，你去不了哪里了。为何？您看上了午夜老爹收藏的一把枪，开价30万，您凑了10几万，人家不卖，您就趁他不注意，拿着枪跑了。现在还欠着他10几万。30万10几万，方才8万之债已如泰山，此债简直是九幽深渊。这原主莫非是瘟神与债鬼合体投胎？查司，你如实告知为师，我究竟欠下多少？黑帮高利贷8万刀，午夜老爹枪债10几万刀，比曼先生、汉纳西神父有情债各几千刀，众多前女友、暧昧对象情债数量不明，已知7、8位，可能涉及安抚费、礼物债等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刺激吗？师傅突然想起了一首老歌。以往荒唐皆如云烟，自今日起为师立誓，所欠钱债必一一清偿，过往情债绝不再沾，脚踏实地重振门庭。师傅，我信您，您就安心住这儿，想住多久都行。师傅，那您要是真改邪归正，师傅是专心事业了，是不是就能正式收我为徒了？师傅，我马上把这租的车退了，跟你干。你有此心甚好，然凡事需根基稳固，车暂且开着，也是一项技艺。待我等寻得稳妥生计，站稳脚跟，再以拜师不迟。届时我必倾囊相授。Yes, Master， 我都听你的。目标已更新，从活下去升级为还清可能超过20万的债务，并在此过程中重振茅山纽约分山，任务难度地狱级。队友一个脑洞大开的出租车司机徒弟 ，Come on, Master。一个民国道士穿越到美国驱魔人康斯坦丁身上，居然用风水术在纽约横着走。明日去钱庄将此票兑为现银。师傅，血，你可血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胸中如焚，又痛又痒，此乃恶疾之兆。去医院，得马上去医院。医院？可是医馆，需多少银钱？公立医院排队排到明年，私立医院进去检查一下，咱这4000刀就得清零，太可能查不出啥就被打发走。师傅，咱们看不起啊！怎么？藩邦之地，求医问药竟也如此艰难，竟不如我当年乡间郎中了。师傅，您不是会算吗？给自己算一卦，看看这病到底咋回事，有没有救？话不敢算尽，为天道无常，尤其关乎己身，更是迷雾重重。这病我算不了一点。师傅，光想着看病花钱了，咱得开源了。您这身体需要静养，不能老是出去折腾驱魔看风水。要不我先找个正经工作，稳定点也好，给您攒医药费。找正经工作可有门路？师傅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现在58同城找工作上岗快，银台实地验证过的服务员工作超多，有保障还放心。验证过的那就放心了。那肯定的，还能 AI 面试，边聊天边求职，效率超高，24小时不回复平台，直接赔付，工作搞定，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，很方便，事事可成。58同城。你既有此心，便去试试，不急在这1、2日。明日你先去兑钱，再设法打听可靠医者，待手头宽裕些，再做计较。债务未清，又添恶疾，莫非真是天要绝我林凤九于此西洋之地？不，绝不可坐以待毙。谁？
Ma'am and Mrs. Private Property, get out right now. 头不对劲。 Back off. No. Final warning. Fire. Open fire. 该死，这特喵是什么鬼东西 Let go of him. 查斯此子心细如发，孝心可嘉。前世那俩孽徒若有他一半贴心，为师也能少生许多白发。此冰窖机关倒是精巧，这西洋灶火却无柴无心，如何点燃？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不是说要晌午才会？刚跑2单滴滴，戴维斯警司又来电话了，说他们另一个同事也有麻烦，还是1000刀，问咱现在能不能过去。生意又来了，师傅。既有求，自当往，收拾法器。看来昨日小试牛刀已初见成效，此番若能再下一城，不仅可得资财，名号亦可稍振。看，这就叫良性循环，解决一个麻烦，名声传出，更多麻烦啊不，更多生意找上门。师傅的纽约创业计划似乎就要步入正轨了。修叔，查斯来了就好。这几位是曼哈顿北区凶杀组的同事，他们有点情况想了解一下。九叔，还是该叫你约翰·康斯坦丁。我是哈蒙德队长。关于马丁·劳伦斯律师遇害案，请你们回去协助调查。遇害，马丁律师死了。昨晚在警方安全屋，白天是你们救了他，全程陪同。我们需要细节，特别是你，林凤九，系统里可没这个人。解释一下。我们救了他，我们是好人。搜身，所有物品暂扣。拿来吧你。What is that? 法器。This right here. 亦是法器。行，街头魔术师套装齐了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我们是见义勇为。是英雄还是嫌犯？审完就知道。上车。约翰·康斯坦丁，街头神棍，欺诈大师。安迪和你的骗术一样，花样百出。现在你改名林凤九，自称九叔。说说昨天救马丁什么目的？谁指使的？贫道，我当时恰巧路过，见义勇为之后便离开了。恰巧？那你怎么恰巧知道我们警局内部伤亡？用风水，我见过无数灵媒通灵者，没人会因为一块地不对劲就预言死亡。风水之道，观气查行，确有依据。依据就是一条路太直，需要一块红牌子。你以为这是教皇祝福过的十字架吗？夏虫不可语冰，此等番邦武夫，只信刀枪眼见之事，玄学之理，与之难通。你個真是即同一樣。你說什麼？我說你真的是個大靓仔。閣下既不信，貧道無言。我師傅超神，他掐指一算就知道咖啡館危險，隨手畫個符就把槍手引開了。他是東方秘術大師。那他为什么改名？为什么行为模式和之前差异巨大，人格分裂？师傅他顿悟了，对，就是顿悟，你们不懂。证词模糊，矛盾重重，无法采信。头儿，我觉得他们嫌疑不大，真想杀马丁，当时不救他就行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同意，在他们身上耗时间意义不大。第一，这是超自然案件，他们可能在马丁身上留了标记，引那东西过去。超自然领域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第二，关键在那位救赎约翰·康斯坦丁，这么货色你们不清楚？酗酒、诈骗、人渣，这种人会冒着狙击枪救人，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浪子回头，我特喵，只训狗改不了吃屎。
按规定扣他们48小时，今晚全员加班，把案卷翻个底朝天。辐射的案子7天后开庭。马丁死了，我是警察证词效力不够，再找不到有力证据，那混蛋就要逍遥法外了。 Yes, sir。戴维斯不仗义，马丁也白救了。早知道不救，再也不会被关在鬼地方。救人当下何须后悔？但求无愧于心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静心修行。师傅，你身体不好，垫着睡。不必，你穿上，莫着凉。对了，师傅，您能掐会算算咱啥时候能出去啊？你好。啊，不好！怎么了，师傅？大凶之兆，今夜此地不可留，必出大事。那怎么办？叫哈蒙德来，快！一个民国道士穿越到美国驱魔人康斯坦丁身上，居然用风水术在纽约横着走。又耍什么花呀？我没空。哈蒙德探长，贫道方才推算，此地今夜大凶，恐有灭顶之灾，请速带所有人撤离暂避。又来，这次是恶灵还是恶魔？还是你那套风水？想骗我放你出去，省省吧。此事千真万确，贫道愿以性命担保。够了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没空听你危言耸听。你看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，特别是当警告来自一个他们眼中的骗子时。各位，检查配枪，确保状态。头儿，怎么了？下面那神棍说今晚有危险，想骗我们放他，不管有没有都打起精神，用枪说话，明早我再去收拾他。糟了，他不信，今夜危矣。师傅，总不能等死吧？师傅，那是3000刀，咱们看病的钱啊！钱财身外物，不及性命攸关。今日便以此金纸博一线生机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九叔，他正在把3000美刀支票徒手叠成一只纸鹤，这大概是本世纪成本最高的手工折纸，没有之一。点睛，通灵。我操！3000刀，3000刀啊，师傅，就这么点了。这要是飞不回来，咱可就真破产了。Please sell me your bar。3000刀飞了，但真他妈的帅，比波圣水念经带感多了。司令，寻时开锁。师傅，他是了，静等。这把不是，这把走。看，这就是轻敌的代价。当你觉得子弹没用时，你会发现键盘和椅子更没用。妖孽，看脚！是你。好硬的尸身，铜皮铁骨，力大无穷，寻常兵刃难伤，需用法器。查斯，我的包。别动！蠢货，让他去。詹妮，带他拿东西，快！这是命令。Go die！ 师傅，给他法器。天地玄黄，敕令伏魔，定。成功了，定住了。朕师傅无效，非僵尸是鬼，铜皮铁骨不惧刀兵，行动虽僵，却含章法。是了，此乃尸魁，幕后必有操控之人。挡住他，为我争取片刻。以血为引，诛杀增灵，先封你7窍，
断那操控之线。既然是尸魁，先锋七窍，断耳灵诀。北斗助死，风，天火雷神，地火雷神，锁鬼观经，赤。师傅，牛呗，我们赢了。且慢，湿气太重，分化干净为宜。Thank you, sir。此乃尸魁，幕后必有炼尸操控之人，道行不浅，此事远未了结。能炼此等尸魁，绝非寻常之辈。此番结仇，恐后患无穷，须得早做准备。东方道法是谁坏我好事？Hey, Uncle Joe, Charles, I'm Thomas。事情的经过，哈蒙德已经向我汇报过，监控录像我也看了。说实话，难以置信，但谢谢。如果不是你们，今晚这里恐怕会变成另一个安全屋，没人能活下来。托马斯主管，您太客气了，降妖除魔，救人活命，本就是我们的本分。何况今晚也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，我只是出了点力，不算什么。九叔，我必须为之前的无礼和怀疑向你郑重道歉。我被过去的经验和自大蒙蔽了双眼，甚至忘记了东方智慧的伟大和神奇。I'm sorry。哈蒙德探长，真的不用这样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也是职责所在，而且我这边情况确实有点特殊，不怪你怀疑。幸好今晚大家都平安，这就是最好了。等等。两位长官，在谈下一步帮忙之前，有件事咱们得先说明白，不能白干啊！查斯，别乱说话，太失礼了。师傅，这怎么是乱说呢？这是规矩啊！他们把我们抓来，我们不计前嫌，豁出命救了他们所有人，总不能白救了吧？他们自己都说没人能活下来。再说了，我们也要吃饭，也要生活。今天我车都没出，后面还不知道要耽搁多久呢。咨询可以，帮忙也行，但多少得谈个价钱吧。对，是我们疏忽了。查斯先生说的对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师傅，我不是故意顶撞，我是真急啊！开出租看着自由，实际上卷得很，一天跑10几个小时，也就混个温饱。我早就想换了。想换便换，何必如此焦躁？现在工作门槛高，又没渠道，像海投简历、面试来回跑，效率还低得吓人。我现在就想找个稳定的工作，不然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说如今找工作得讲究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师傅，快说说。昨晚我对比了好几个平台找工作，还得是58同城，省心又高效，大牌民企支招，正规有保障，海量岗位选择多。面试呢？不会又要到处跑吧？还能在线面试，效率超高，企业反馈快，入职不拖沓。找工作发岗位，我推荐58同城。那我必须得试试。待此事了结，你便好生规划。两位长官，您看，这就是现实。我们不仅要解决眼前的案子，还得为长远生计打算，所以这报酬咱们是不是该好好谈谈？就说对于你们今晚拯救整个3小队的行为，我们愿意从部门经费里立刻支付2万美金，作为对2位的感谢。这么多？同时这个案子我们确实急需您的专业协助，我们希望能聘请您作为顾问，直到案件庭审结束，为此支付1万美金的顾问费，您看如何？税后必须是税后，2万感谢费和1万顾问费都得是税后。当然，一定是税后金额。丢叔看着他们如此公开、直接、理所当然地谈论这笔巨款，仿佛在菜市场砍价，内心受到巨大衝擊。这跟他认知里含蓄、推让的酬谢方式完全不同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努力适应。既然谈妥了，那我就说说刚才那东西。此物名为尸魁，并非自然所生，而是背后有控尸者以邪法操纵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灭口，和马丁律师的死亡应是同一人所为。换言之，就是蝮蛇顾的人干的。不过你也不必过于忧心，尸魁既已被破，施法者必遭反噬，元气大伤，短期内应无力再施了。两位长官，我们既然收了钱，帮你们办事，肯定尽心尽力。
但我师傅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，熬了一夜又跟怪物拼命，就算是铁打的也撑不住啊。看，要不先送我们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等师傅好点了再继续，行不行？对，是我们考虑不周，我立刻安排车送你们回去。查斯，你的出租车我们也会派人给你开回去。那就下午再见了。临行前，托马斯将一张2万美金的支票郑重交到九叔手中。师傅，这笔钱咱们可不能全换成现金放家里，太不安全了。明天等睡醒了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带您去银行开个账户，以后钱直接存进去，方便又保险。九叔听他这么说，也想起怀里的东西，他伸手入怀，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由3000美金支票叠成的纸鹤掏了出来。也好，那把这银票也一并存了吧。师傅，您这手真巧，这纸鹤叠得真……师傅，对不了了，3000块就这么没了。想在这地方正正经经赚点安生钱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真的是钱难挣，屎难吃。师傅，咱们简单对付一下，吃个冷。等等，这事儿我来。什么？九叔站在灶台前，微微闭眼，仿佛在感应原主记忆。不是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，眼神清明。原来如此，查斯，这个往左拧是生火，对吧？对，师傅，轻点倒油，师傅倒点油。够了！九叔倒油的手法精准，如同调配朱砂。打入鸡蛋时，手腕轻抖，蛋黄完美居中。煎火腿肠时，他用筷子不时翻动，神情严肃的像在调整阵法方位。哟呵，师傅绝了！您以前是不是在唐人街偷师过？做饭如同行器，火候时机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用心罢了。九叔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重新安排人手调查这个案子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哈蒙德探长的安全。我想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请你们师徒暂时住进安全屋，就帮忙看着，万一背后的家伙再次晚上偷袭，没有你在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对叔，时间不会太长，过了今天就只剩5天，庭审之后应该就没事了。人手方面，我会让他们小队的其他人来负责警戒。九叔，如果这样全程陪同保护5天，费用方面我们另外计算。之前的1万顾问费是破案的，我们再拿出1万美金作为这5天的额外费用，您看如何？师傅，你倒是快答应啊！喂，九叔，您听到了吗？这事确实有些强人所难，但您觉得怎么样？托马斯主管，这个事情我有个想法。Please go on。不需要找别的安全屋了，不如让哈蒙德探长他们来我这里。什么？第一，这是我的地方，我熟。第二，保密性好，万一有事儿，我也好应对。好，就按您说的办。什么时候方便？1小时后，范美阁楼下见。是吧？为什么回那儿？剃刀党那帮人还在找您呢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而且您那屋子上回咱们走时就没收拾，现在怕是更没法看了。查斯，别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走吧，收拾东西。查斯摸出钥匙开门，门开瞬间，灰尘扑面而来，室内景象酒瓶遍地，烟蒂成堆，杂物乱放，宛如垃圾场遗址。所有人都僵在门口，除了九叔，他有点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很有生活气息。我赌5块，这地方老鼠都得戴口罩。现在确实有点安全屋的样子了。刚才开门的要是只老鼠，现在也得打领带。康斯坦丁，滚出来！知道你回来了，去开门。Me open the door。对，开门，别怕。康斯坦丁，你特喵终于敢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警告你们，我们是剃刀党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别以为有枪。纽约警察，曼哈顿北区凶杀组，哈蒙德探长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兴趣请你回去好好聊聊你们剃刀党的正经生意？回去告诉你们老大，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。这是我刚得的酬劳，2万美金，真金白银，你拿回去算是第一笔还款。
剩下的6万我会尽快筹措，把联系方式留下，有钱了我自会联系。但是从今往后就不要上门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联系方式是138，我们这就走。师傅，高，实在是高！用警察吓唬他们，再用警方的钱还债，这下他们短时间内绝对不敢来找茬了。一举两得，九叔好算计。九叔只是淡淡一笑，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那几个黑帮分子钻进车子，匆匆离去。总算能暂时清静些了。室内安静，卡尔、瑞克、詹妮、茉莉几位警员的目光时不时飘向九叔，充满了这家伙到底什么来路的八卦好奇。九叔感觉到了，很坦然地笑了笑。以前脑子一热，买了点不该买的东西，钱不够就找他们老大借了，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正努力挣钱还呢。所以哈蒙德探长之前怀疑我很正常，毕竟我自己以前确实有些事做得不太地道。过去的事了，九叔，谁年轻没干过几件糊涂事儿？以后凭真本事吃饭，以你的能耐赚钱，还不是轻轻松松？好了，玩笑归玩笑，说正事儿。背后搞鬼那家伙手段邪门，我们不知道他下次出什么招，得提前准备。但我手头的家伙事儿实在不齐。昨天跟查斯逛旧货市场，就是去碰运气，结果还是差很多。所以想请各位帮个忙，替我找些东西。该多少钱我来付。九叔，您这就见外了，这一片我们输，单子拿来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其他警员也纷纷点头，跃跃欲试。九叔拿出纸笔，刷刷写下一份清单。哈蒙德接过，用手机拍照。活公鸡在纽约，现在唐人街的周记，杂货可能有，老板是我线人。詹妮、茉莉，你们去唐人街，老周那还有老刘的香烛店。卡尔、瑞克，跟我去布鲁克林那个旧物市场，和我认识的几个仓储老板那问问，动用一切资源，务必找齐。警察们瞬间进入执行特殊任务模式，雷厉风行地出发了，嘴里还念叨着桃木柳叶 chicken 啊，不是公鸡。查斯，你去订些餐食，晚上款待大家，再买些日常用的西洋之饮、水果什么的。好嘞，师傅，也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？给我带点茶叶回来吧，这西洋茶我实在是喝不惯。九叔独自回到卧室，他凭记忆打开床头柜，拿出了那把沉甸甸、铭刻着符文、让原主债台高筑的金色霰弹枪。手里这把枪价值10几万的债务，为了他，财务压力顿时减半。但九叔犹豫了，这感觉就像你租了个房子，前任租客留下台顶配电脑，虽然你不会用，但直接卖了换钱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他占了这皮囊，难道连原主最珍视之物也要一并处理掉吗？康斯坦丁，你究竟去了何方？此物于你想必至关重要吧？罢了，暂且留着吧，毕竟这是你的选择。傍晚5点多，哈蒙德等人陆续归来，大包小包，甚至卡尔手里还拎着2只精神抖擞、不时扑腾的大公鸡。多亏了几个唐人街的老铺子和我们自己的线人，不然这些东西真不知道上哪儿凑去。桃木年份茶谢，白瓷碗有点暗纹，您看行不行？甚好，已远超出我预期。诸位辛苦了。这时，查斯也带着丰盛的外卖回来，众人围坐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难得的安稳饭。饭后，警察们看电视的看电视，九叔则抱着一堆材料。进了工作室，查斯好奇地跟了进去，净手熏香取木。当刻刀被握紧的那一刻，这个喧闹的纽约公寓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接下来不是法术，而是比法术更古老的匠心与祈愿。师傅，这专注的样子，这帅。茅山第36代弟子林凤九禀告祖师，弟子魂魄不幸，漂泊异界，赴此西洋之身，身处万里番邦，然肉身虽异，神魂未改，道心永存。今于此化外之地，立此微坛，不敢数点望祖。福望祖师慈悲垂怜，见弟子孤忠，佑我道统，不绝于此，异于他乡。恩师在上，不孝弟子林凤九给您叩首了。
弟子身陷此方天地，前路茫茫，然必当日日自省，谨遵师训，持身守正，以降妖除魔，济世活人为己任，绝不辱没师门清誉。望恩师在天之灵，佑弟子早日觅得归家之途。弟子林凤九叩请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，赐下煌煌神威，扫荡此界妖氛，助弟子诛邪破魔，护佑此方无辜生灵。原本在看电视的哈蒙德、卡尔等人早已不知不觉停下了所有动作，呆呆地望着这边。他们听不懂中文，但那跨越语言的虔诚，穿越时空的孤寂与坚定，却如同实质般撞击着他们的心灵。感觉到了吗，詹妮？整个屋子的空气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，特别踏实。师傅，天还没亮透嘞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筋骨不强，血气不旺，如何承载术法之力？站好。哇，师傅，你这比纽约公园里那些老头打得太极拳帅多了。拳在一先，劲在气中，注意我的呼吸节奏与发力转折，这不仅是强身，更是练者的入门。好了，你去准备早餐，别忘了喂那2只公鸡。好的，师傅。此疾深入肺腑，绝非寻常，靠吐纳导引恐难根治，但不能停。师傅，师傅，宝贝，我们的宝贝呢？ What baby？ 支票，马丁那张被血弄脏的3000刀。师傅，咱们要发财了，快把他请出来。那张支票啊，昨日在你家中用罢早饭，我好像顺手置于餐桌之上了。什么？3000美金？我的钱！马丁说，千万别来，等我。这现实的银钱票据忒不牢靠，往后须得格外仔细了。九叔，白天我打算出去一趟，再查查这个案子。托马斯主管，不是让1组2组接手，让你们休整吗？案子最初是我跟的，细节我熟。昨晚我琢磨，马丁出事前压力巨大，去看了好几次心理医生。医生通常有录音存档的习惯。如果马丁在诊疗时说过什么关于案子的关键信息，加上医生的证词，证据链就结实了。对方手段阴诡，未必只在夜间行事。你独自去，我不放心。我与你同去。有九叔在，稳了。查斯还没回来，他错过早餐了。一行人抵挡心理诊所，哈蒙德一马当先走向诊所大门。脚跟不沾地，阳气不附体，此为走失或鬼控失之象。你们先进去，我去看看那人。九叔追入小巷，帽檐男步速极快，已走到巷子中段。巷子尽头，一辆车窗贴着深色膜的黑色轿车正在怠速，微微抖动。九叔脚下发力，速度再增，瞬间拉近距离，右手如电，拍向对方肩头。站住！果然是受控的尸身。九叔反应快如鬼魅，右手拍肩的同时，左手已从怀中抽出一张镇尸符，抬手便朝对方额心印堂穴拍去。九叔背靠墙壁，子弹打在垃圾箱上。那辆黑色轿车已加速前冲，而面色惨白的尸身正将一个小方块递向车窗。九叔眼神一凛，时间仿佛变慢，他右手探入怀中，再抽出时，指尖已捻着一串用红绳系着的5枚古铜钱。他口中急速低诵短咒：去。那辆已冲出几米的黑色轿车猛地急刹，一个枪手跳下车，举枪就朝九叔藏身处疯狂射击。但紧随其后，巷口传来更密集、更有节奏的枪声。纽约警察放下武器，是卡尔和瑞克，他们战术性的交替开火，子弹精准地泼洒向黑色轿车。黑衣枪手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狼狈地缩回车里，猛踩油门，轮胎摩擦地面，发出刺耳尖叫。车子歪歪扭扭地加速冲出小巷，逃之夭夭。九叔，您没事吧？无妨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录音笔，真的是马丁律师的诊疗录音，拿到了。九叔，里面桑德勒医生被杀了，现场很乱，你这边这老大东西抢回来了，多亏九叔。干得好，九叔，这又是那种刀枪不入的？不，
这不是尸魁，此乃鬼控尸。施术者圈养阴魂恶鬼，需用时便将鬼魂打入心死不久的尸身之中，以鬼为驱动，以尸为傀儡，便可白日行走，执行些简单的指令。鬼白天也能出来，所以需要这个帽内缝有特殊符胆，配合贴在尸身头顶的蔽天符，可暂时遮蔽部分阳气日光，护住其中鬼魂。我刚才打落帽子，符咒暴露于正午烈阳之下，自然灰飞烟灭，其中鬼魂也一并魂飞魄散了。先是力大无穷、不畏寻常刀枪的尸魁，再是这能白日行走、执行精细指令的鬼控尸，接连动用此等邪术。据我所知，能掌握这两种邪术的流派不多，若非南阳一带的降头师，便是源自东瀛的九局一派。又是东方的道法，又是他们，这股气息为何如此熟悉？这种破邪诸鬼的力道。母亲，美智子，当年在香港就是被那个该死的道士警察林峰所干，我九局一派多年的心血布局尽毁他手，死仇不共戴天。没想到流落北美还能遇到如此相似的茅山道力。不管你是谁，既然你用东方道法坏我大事，那你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母亲的血仇，连同今日这反噬之辱，我要你和那些庇护你的纽约警察用命来偿。九局一派听起来就不是善茬，一声嘎了。录音笔虽然拿到，但证据链还是缺一环。对方反应极快，下手狠辣，且目标明确，就是要抹除一切对蝮蛇不利的证人证据。哈蒙德探长，你的安全仍是首要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回范美阁楼，那里现在相对安全，再从长计议。对方连番受挫，必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需要做好准备。九叔一行人返回范美阁楼公寓，一个身影带着浓郁的混杂着霉味和不明气味的气场，嗷地扑了过来。几只卡通苍蝇围绕着他嗡嗡飞。师傅，我找到了，我真的找到了。好小子，干得不错。小意思。政务处理基础课内容。魔法，这是现代魔法。现代法术亦有可见之处。丰盛的晚餐摆满一桌，查斯慷慨做东，气氛热烈，众人说笑碰杯。哈蒙德探长独自坐在餐桌稍暗的一角，手里拿着叉子，却无心用餐。九叔端着茶杯，自然地走到哈蒙德身边坐下。还在担心？九叔，说实话，我怕那些看不见摸不着、子弹都打不死的东西，我一闭眼就能想起来。你说他们下次会玩什么花样？说不准，对方已经摸到我的路数，恐怕不会再用老办法。这张辟尸符你贴身收好，万一再有类似邪物近身，能挡一下，争得片刻时间。Thank you, Uncle Nat。有你在，我心里踏实点。只怕下次来的未必是你能用枪解决的东西了。平静的几天，九叔晨练，查思未饥，警员们轮流警戒，看电视、打牌，阳光明媚，仿佛危险已是过去式。明天过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不好，祸事将至，快收拾东西，立刻离开。九叔，怎么回事？来不及细说，是凶兆，他们来了，而且不是老路子。先走。查斯反应最快，冲向消防通道门。这边，快！幸好这通道隐患我知道，不然还真以为这是生路。来到楼下停车场附近，众人本能的要朝自己车辆跑去。不能开车，车子目标太明显，必有埋伏。绕出去，走前面街道。现在去哪？警局。他们若不用邪法，那就是我得法，他们动用了炸弹。要是我们晚上半分，或者在车里，现在怎么办？回警局吗？不，去警局路线可能也有埋伏。我们去法庭。法庭？现在？他们强袭我们，定会重点封锁我们可能的撤退路线。警局、安全屋，但法庭是明天才用的战场，他们反而可能疏忽。而且警方为明日庭审，必定会提前在附近布控。我们去那里，既能打乱他们部署，也能汇合官方力量。众人略一思索，眼睛亮了。有道理，走。
到达法院门口，众人下车。哈蒙德下意识要往前走。等等，不对，又怎么了？九叔。九叔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旋即睁开。在他的感知中，眼前的法院建筑并非一片宁静，无数缕极其淡薄，几乎看不见的灰色阴气，正如同蠕动的蛛丝，从城市各个阴暗角落缓缓飘来，试图在法院上空及建筑关键节点编织成一张无形邪恶的网。这张网尚未完全闭合，留有缝隙。这里有人在布阵。布阵，一种影响气场，甚至可能干扰人心、扭曲现实的邪门阵法，而且此阵还未彻底完成。是九局一派，他想影响明天的审判。声东击西，派人强攻我们，自己则来此做最后布置。一旦此阵成型，明日法庭之内恐怕是非颠倒，凶极难料。趁他病，要他命，阵法未成，正是破他的最好时机。从哪进去？不走正门，打草惊蛇，从后面进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哈蒙德熟门熟路带路，瑞克用一根回形针3秒跳开侧门锁，众人鱼贯而入，屏息穿行于空旷走廊，轻轻推开审判庭厚重的橡木门。月光下，一个黑衣身影背对门口，蹲在证人席，口中吟唱晦涩咒文。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瓜那么烤地瓜，是你？你怎么可能找到这里？邪祟外道，安敢在此地作祟？看剑！阵起，果然是九局一脉的邪阵，以邪气污秽地脉，扰乱一方清明。没错，九局一脉，而你这令人作呕的专破邪会的力道是茅山道法，我死也不会认错。bug。哦，还与无茅山门人有过节。我母亲美智子当年在香港，就是被你们茅山派一个叫林峰的警察打得魂飞魄散。林峰二字如同钥匙，瞬间打开九叔尘封的记忆，脑海闪过一个穿着旧式警服、眉目刚毅英武的年轻身影，那是他血脉相连的孙儿。原来你母亲是死在风儿手上。哼，既是夙愿，又是邪正不两立，今日便一并了断。师傅这身手比好莱坞替身牛多了。林破 kick 给动，小心，群员戒备。所有探员瞬间背靠背围成一圈，枪口紧张地指向各个方向，尤其是那些诡异的黄菊花。纽约的精英们此刻面临终极考题，持枪证没交过。当嫌疑人在你眼前变成一地菊花时，该朝哪儿开枪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不要妄动，谨守心神。话音刚落，离他最近的一朵白菊花猛地膨胀，一只肤色惨白、指甲尖利的手闪电般伸出，抓向他脚踝。雕虫小技，区区鬼魁计花之术，也敢班门弄斧？左手已从怀中夹出数张黄符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真火破邪，去！开火，自由射击。卡尔、瑞克、詹妮等人毫不犹豫扣动扳机，子弹如同金属风暴，瞬间笼罩了那个身影。解决了吗？凡修此等邪术者，多已将自己练得非人非鬼，岂会如此轻易服出？诸位小心，恐怕……我去，这还带二段变身的！他化作一道黑影，以更快的速度扑向九叔，力量暴增，利爪挥动间带起腥风。九叔凝神应战，北斗七星剑上泛起淡金微光，专破邪煞，剑光爪影交错，金铁交鸣之声不绝。几个回合后，九叔抓住尸妖一个破绽，剑光如冷电乍现。师傅，九叔被邪气黑锁紧紧束缚，一时难以挣脱，危在旦夕。不准伤我师傅！滚！有时候，祖师爷的关爱就像父母的短信，平时可能已读不回，但当你真的快扛不住时，他们总会用最闪亮、最无法忽视的方式告诉你。
孩子，别怕，咱家上面有人。众警员集体石化，嘴巴张成 O 型，世界观遭受核爆级冲击。就是此刻。我会回来的。魂鹰遁走，他舍弃这具炼化的肉身，以本源邪魂逃了。好了，要不要全程搜捕？魂鹰受此重创，又经祖师神光净化，元气大损，数年之内难有作为。明日庭审，他已无力干扰。下次莫要再如此冒失冲动了。我就是一着急，不过师傅，祖师爷的恩给力。众人环顾四周，法庭内长椅东倒西歪，地板焦黑，彩窗破碎，一片狼藉。头儿，咱们明天怎么跟法院解释？说有恐怖分子在这里搞东方邪术主题的拆迁活动吗？哈蒙德探长，通知相关人员来善后吧。现在你可以安心去准备明天的审讯了。邪障已除，当是云开月明之时。一级谋杀罪名成立，判处45年监禁，不得假释。总算结束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，阻止他！嫌疑犯已无生命体征。疯子，这家伙简直冷血的可怕。我怀疑这辐射夫妇只是摆在明面上的棋子。九局一派才是背后的那只手，以他们的实力，给人牛马的可能性不大。这是之前说好的2万刀，我已经向上级申请特聘顾问资格，以后遇到特殊案件，第一时间请你协助。 2万刀，这能买多少斤糯米？